小区业主群里总有人阴阳怪气说我车停得不好，我嫌烦，直接把车位卖了。结果第二天，小区有10几户业主被堵得出不了车库，物业打电话给我求救，我却笑了笑，把新业主的韩信推给了他。小路又把车停成 S 型了，新手还是多练练。业主群的提示音又一次尖锐的响起，发言人是老李头，配图是一张我的小车照片，拍摄角度极其刁钻，以致我的车头看起来确实歪得离谱。实际上我的车头距离车位线至少还有30厘米。见我不说话，群里几个老李头的固定捧哏立刻围了上来。哎呦，这技术，我们出门都得擦着走。可不是吗？老李头你就是心善，要是我直接打电话让挪车了，影响大家出行算怎么回事啊？我把手机倒扣在桌上，胸口一阵烦躁。本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某天下班回家，却发现车位一片狼藉。我从后备箱拿出手套和垃圾袋，忍着恶心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停好车。刚熄火，3个熟悉身影说笑着经过，为首的正是老李头。他夸张地呦了一声：“小路下班了，今天这车停得不错嘛，是不是找代驾了？”他身后2人嗤笑，我冷眼相对。车位是我花钱买的，产权证上写着我的名字，只要在停车框里，我想怎么停就怎么停。老李头笑容僵住，像冻住的湖面。他万没料到，闷葫芦似的我竟会冷不丁亮爪牙，喉结一滚，嗓门骤高，像被踩了尾巴的老猫。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是为你好，提醒你注意一下，影响大家出行就不好了，一点好赖话都听不进去。往我车位上扔垃圾也是为我好。老李头眼神闪烁了一下。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扔了？可别污蔑好人。我们跳舞累了，过来歇歇脚，关心你一下，还关心出错了。他们3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车位是这一排车位的第一个，紧挨着主通道，位置极其关键，是这排车进出的咽喉要道。之前为了方便旁边的车辆，我总给他们留出更宽敞的转弯空间，可我的善意在他们口中成了技术不行，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直接拨通了物业经理的电话。陆小姐啊，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体谅一下嘛。老李头他们也是热心肠，就是嘴巴直了点。他们往我车位上扔垃圾，骚扰我停车，你也觉得是热心肠？这个我们没看到证据啊，要不这样，你以后停车再注意点，停得标准一点，不给他们留下借口就好了吗？没等他继续说，我直接挂了电话。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疯狂的滋长。我在手机上点开一个很久没用过的中介，找到出售车位的选项，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点击着。标题：黄金咽喉位，错过再无。备注：核心地段，位置绝佳，出入便利，即买即赚。点击发布的那一刻，心中的那团火突然熄灭了。你们不是嫌我停得不好吗？那我就找一个最好的来，让你们求人得人。第二天，中介就带了第一波客户来看车位，可老李头几次3番出来阻止，不是纵狗吠叫，就是和老伙计们讨论车位风水不好。一天下来，中介被气得脸都绿了，于是给我打来电话：陆小姐，你这邻居也太极品了，这么闹，你的车位怎么卖得出去啊？我看着窗外老李头他们扭着腰离开的背影，心中一片冰冷。不是单纯的想霸凌我取乐，他们要逼我走，然后用极低的价格的买我的车位。这个车位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老李头家有2辆车，却只买了1个车位。他那辆常年不开的车，一直像个铁疙瘩一样霸占着消防通道的一角。老李头家有2辆车，却只买了1个车位。他那辆常年不开的车，一直像个铁疙瘩一样霸占着消防通道的一角。如果能拿下我的车位，他家的2辆车就都有了归宿。这已经不是邻里摩擦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围猎。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老李头给我发来一条韩信消息：小路啊，听说你的车位不好卖啊，我看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你大爷，我帮你一把。这样吧，你这个车位我买了，不过价格肯定要比市场价低一点，毕竟风水不好，我出10万，你看怎么样？市场价30万的车位，他张口就砍掉2/3。老李头，谢谢你的好心，不过我的车位已经有买家了，而且出的价比市场价还高。发出这条信息后，老李头的头像彻底沉默。我放下手机，走到窗边，楼下又有1辆车开了进来，是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他没有急着看车位，而是先从后备箱拿出了一个卷尺。我看着那个男人测量着车位的长宽高，嘴里还念念有词。而我的手机里，一个新添加的韩信好友送工，我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扬起一个冰冷的弧度。老李头，你想要的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不，对你而言已经结束了。回忆起我与宋工的第一次见面，他从一个帆布包里掏出了一个工业级的激光测距仪，一道红色的光点打在车位线的末端，长度5.31米，符合小型车位的规定。他又走到另一侧，宽度2.52米，符合标准。他甚至蹲下身，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地上的划线。热容器，厚度约3毫米，反光系数也合格。施工质量不错。他像是在验收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工程，而不是在看一个普通的地下车位。我站在一旁完全插不上话，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测量完毕，他才抛出了第一个问题：陆女士，这个车位拥有独立产权，对吧？不受任何其他车位进出的前置条件影响。我立刻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对，产权清晰，独立使用权，100%的独立。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又从包里拿出一部手机。我凑过去一看，竟然是我们小区的地下车库总规划图。他指着我的车位位置，根据图纸，你这个车位是标准的近端式垂直车位，拥有最完整的独立路权，前面的通道宽度是6米，符合消防规范，位置不错。
签约那天，宋宫比我到的还早，他甚至带来了自己的律师，他们逐字逐句的审核合同，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最后，宋宫的律师提出要额外增加一条补充条款。卖方需确保该车位在物理上和法理上均能实现100%的独立使用，在买方标准停放车辆的前提下，不受任何第三方车辆或障碍物的阻碍。如有违反，卖方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我看着这条款，几乎要笑出声来，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签约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提醒他：宋宫，我们这个小区有些邻居可能比较热情，喜欢互相关心。没关系，我退休前在城市交通规划院干了40年，我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和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车打交道。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规矩就是用来约束热情的。那一刻，我心中一顿狂喜，因为我不仅是卖了一个车位，而是给这个乌烟瘴气的小区请来了一位纪律委员。过户手续办得异常顺利，拿到全款的那一刻，我立刻把我的车停到了附近商场昂贵的月租车位里，每个月3000块的停车费让我有些肉疼，但一想到即将上演的世纪大戏，我就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值了。第二天一早，我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物业王经理。我慢悠悠地接起，王经理的声音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陆小姐，我的陆小姐，出大事了，你快下来看看吧。我假装迷糊打了个哈欠问道：怎么了，王经理？天塌下来了？我车位都卖了，小区的事应该跟我没关系了吧？就是因为你卖了车位啊。王经理的声音听起来快哭了。你的那个新业主，他把车停的太标准了，现在后面一整排12辆车全都被堵得死死的，一辆都出不去啊。听他这么一说，我疼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跑到窗边往下看。楼下车库入口处围了黑压压的一圈人，全是那几张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面孔，而人群的中心指着车库方向破口大骂的人，正是老李头。我将目光转移到车位上，这才发现车的4个轮子与停车框的4条白线保持着几乎等同的距离，而这辆车的傍边就是被大家用来停车的灰色地带。此刻那里满满当当的塞了12辆车，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从宋宫的车位前方借用一小块空间才能拐上主通道，而现在宋宫的车彻底封死了那条生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业主群里老李头像疯了一样对我进行轰炸。陆曼，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找了这么个瘟神来恶心我们大家？你给我出来说清楚！你这个女人心肠太坏了，自己不好过就要拉着所有人一起下水吗？我看着那些歇斯底里的咒骂，截了张图，然后发了个朋友圈，配图是咖啡，配文是售出闲置，喜提清静。听说新业主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停车技术一流，堪称小区表率，值得大家学习。发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王经理的电话又打了进来。陆小姐，您就行行好，快联系一下新业主吧，业主们都要造反了，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了。王经理，产权已经过户了，我现在只是个租客，我做不了人家业主的主。这样吧，我把新业主的函信推给你，你们直接沟通。毕竟解决业主纠纷是你们物业的职责，对吧？说完，我将宋宫的名片转发给了王经理。做完这一切，我重新点开业主群，群里已经刷了99加的消息，老李头还在用各种污言秽语问候着我和我的家人。我一条条翻看着，这场戏我期待太久了，现在好戏正式开锣。老李头的独角戏唱了将近半个小时，群里的咒骂和哀嚎达到顶峰时，宋宫终于发言了。他在群里发了2张图片，第一张是他的车位产权证，清晰地标明了他对这个车位的绝对所有权。第2张是物权法中关于私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的手机截图。紧接着，他发出了一段语音：各位邻居，我叫宋乾，是 A 栋501的新业主。关于停车问题，我说明几点：第一，我在我个人车位内停车，不存在任何问题；第二，如果各位的车辆因为违规停放在非规划停车区域而导致无法正常驶出，建议你们联系物业进行协调，或者找帽子叔叔协调处理；第三，请部分业主停止对我的骚扰和辱骂，否则我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此话一出，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是老李头更加疯狂的爆发：你一个新来的装什么大尾巴狼？我们在这个小区住了10几年，一直都是这么停的，你算老几？一来就要改规矩。宋宫没有再发语音，而是打出了一行字：一直如此，不代表永远正确。根据我手头的竣工图纸，你们长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公共消防疏散通道，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我可以立刻报警处理。消防通道4个字让群里几个原本帮着老李头叫嚣的业主瞬间哑火，有人开始转变画风，试图用邻里关系来道德绑架。哎呀，新邻居别这么较真嘛，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相方便一下嘛。我非常认同，而良好的邻里关系恰恰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产权和规则的基础之上。我的方便不应该以牺牲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你厉害是吧？
你不停在筐里是吧？信不信我们大家一起去把你的车胎给扎了？我的车上安装了4个摄像头，具备24小时不间断录像和云端存储功能，任何触摸、靠近我车辆并试图造成损害的行为，我都会在第一时间获取清晰的视频证据，并立刻报警，提起诉讼。我的要求很简单，公事公办，绝不调解。这段话的信息量太大，那个叫嚣的业主瞬间没了声音。老李头显然不信这个邪。根据楼下传来的骚动，他应该是准备动用物理手段。突然，一声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您已进入监控范围，您的行为已被实时录制并上传云端，请立刻远离本车辆。老李头和他那2个老哥们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从车旁跳开，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可置信。就在这时，宋工走了出来，他将手里的文件展示，那是小区的总规划图，比他之前在手机上看的还要详细。他指着那片区域说：这里图纸上明确标注为消防疏散及设备检修通道，设计要求最小净宽度不小于4米。现在你们停了12辆车，实际宽度不足 1.5米，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进不来，人员无法疏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他最后把目光转向物业王经理：你承担得起吗？王经理的脸瞬间惨白，整个车库鸦雀无声。之前还气焰嚣张的业主们此刻一个个都蔫了。我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着这一幕，忍不住笑出了声。用魔法打败魔法，不是用物权法、消防法和竣工图纸来打败撒泼和无赖，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战斗，这是降维打击。一番僵持下，一个住在我们楼上的老业主突然发出一条信息：其实大家可能都误会了，以前小路停车都不是技术不好，他那是故意的。他似乎是怕文字说不清楚，紧接着发了一张照片，那是我以前停车时的照片，照片上我的车确实如老李头所说是 S 型的，但整个车身是死死的贴着我自己这一侧的墙壁，给旁边留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然后他又发了一张宋工停车的照片，宋工的车停得笔直无可挑剔，2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形成对比。你们看，小路每次停车都是故意往自己这边死角里靠，车头斜着进来，就是为了给你们那片没划线的地方留出拐弯的空。他要是像这位新业主一样停得这么笔直标准，你们一天都别想出去。我开了30年车了，这点门道我还是看得出来的。我一直以为你们心里都有数，还挺感谢人家小姑娘的，没想到。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但那省略号里包含的意味比任何直白的指责都更加沉重。业主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寂静了几分钟后，老李头开始疯狂狡辩：谁让他做好事不留名呢？他自己不说谁知道？停得歪歪扭扭的，还以为自己多有理呢。我就看不惯这种阴阳怪气的。再说了，那是消防通道，本来就不该停车。我们停了是我们的不对，他也不能故意找个这种人来整我们啊！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他试图转移矛盾，但群里的风向已经悄然改变了。一些业主已经不再帮着老李头说话，甚至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这么说，好像是我们有点过分了。是啊，人家小姑娘一直让着我们还天天在群里说人家。这次确实是老李头他们做的太过火了，把人逼急了。这时，宋工再次发声了：原来如此，那看来陆小姐是被农夫与蛇的故事给深深的上了一课。不过没关系，规则不应该依赖于某个人的善良和退让。从今天起，规则就是规则。这句话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我看着手机屏幕，觉得时机到了。我关闭了朋友圈的仅好友可见，然后在业主群里发出了第一条消息：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现在每天走路上下班，感觉身体好了，心情也更好了。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别气坏了。发完消息，我直接关掉手机。第二天，宋工主动出击，他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整理出了一份举报材料。他没有交给物业，而是兵分2路，一路通过市政网站实名举报给了市消防局，另一路则直接递交到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业人士的举报是普通市民无法比拟的。消防局的反应快得惊人，第3天上午，一辆红色的消防监督检查车就开进了我们小区。消防局的反应快得惊人，第3天上午，一辆红色的消防监督检查车就开进了我们小区。几位消防员在物业王经理的陪同下，直奔地下车库勘查、测量、拍照、取证，整个过程雷厉风行，不给任何人解释和和稀泥的机会。当天下午，一张盖着鲜红公章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就贴在了小区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这次物业彻底傻眼了，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打印了几十张整改通知，然后在每一辆违规停放的车辆前挡风玻璃上都贴了一张。老李头那辆常年不动窝的车上被贴了足足3张。这下老李头等人彻底疯狂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这是对他们长期以来在小区里建立的特权地位的毁灭性打击。业主群里咒骂的言语刷新了下限，他们将怒火全都宣泄在宋工和我身上，各种不堪入目的词汇刷满了整个屏幕。宋工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他默默地将那些截图直接发给了他的律师，准备一下发律师函。而我则是将那些截图转发到了我的设计师朋友群里。大家欣赏一下，这就是典型的甲方心态具象化表现。我不管合不合理，我不管规不规范，我就是要这样，你必须满足我。群里立刻引来一片嘲笑和吐槽。
哈哈哈，太真实了。这位大爷不去当甲方，真是屈才了。这位大爷不去当甲方，真是屈才了。老李头他们很快发现，他们惯用的手段在绝对正义面前不堪一击。无能狂怒过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只会收到律师函，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另一种方式。他们把目标重新对准了我。周末的上午，我正在家里享受难得的清静，门铃突然响了。我通过猫眼向外看去，门口站着的是老李头以及他最亲密的2个老哥们。和前几天的嚣张跋扈不同，今天的老李头脸上堆满了虚假的笑容，手里还提着一个水果篮。小陆啊，在家吗？开门呀，老李头来看看你。我倒要看看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样。我深吸一口气，还是打开了门。门一开，老李头立马凑了上来。小陆啊，你看你怎么还跟大爷生气呢？以前都是大爷不对，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这些老头们一般见识。是啊，小陆，我们都是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大家邻里邻居的，别伤了和气嘛。见我没反应，老李头开始转换策略，卖起了惨。小陆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我那口子天天为了停车的事跟我吵架，家里老人孩子一大堆，车没地方停，出门看个病都不方便。你说我们这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你说我们这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生活不易？谁的生活容易？我的生活不易时，你们在哪里？你们往我车位上扔垃圾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清理起来也不易？你们划我车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去修车也要花钱花时间？卖惨的铺垫做足了，老李头终于图穷匕见。小陆，你跟那个新来的宋工肯定熟，你能不能帮我们去说说情，让他高抬贵手，就让他把车稍微挪往前提一点点，就一点点，大家都能方便了，是不是？老李头，我记得当初你们也是这么关心我，让我停车注意点，别影响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啊。我的声音很轻，却让老李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再说，现在那个车位是宋宫花真金白银买下的合法财产，产权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我凭什么去干涉人家的合法权益？你们当初不也是用这套道理来教育我的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活了这么大年纪，难道不懂吗？老李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精彩纷呈。他没想到我竟然油盐不进。老李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精彩纷呈。他没想到我竟然油盐不进。我看着他们手里那个尴尬的水果篮，指了指。心意我领了，东西你们拿回去吧。送我是没用的，因为我这个人很记仇，而且从不吃回头草。说完，我砰的用力关上了门，门板隔绝了他们错愕和愤怒的表情。给脸不要脸的小可爱，装什么清高？我靠在门后，听着那些无能狂怒的叫骂，心里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静和痛快。在我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后，老李头等人把所有的攻击火力又重新对准了宋宫。既然硬的软的都不行，他们便开始采用骚扰手段。有人在宋宫的车位上写了8个大字：断人财路，天打雷劈。第二天一早，宋宫发现了没有擦掉，而是他拿来粉笔在旁边写上了另外8个字：遵守法规，利人利己。写完后，他又画了一个圆圈，把2行字都框了起来，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有业主经过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接着有人开始往他车上扔鸡蛋，宋宫二话不说先报叔叔，让叔叔来拍照取证备案。然后他网购了一台家用高压洗车机，每天早上出门前和晚上下班后，他都会在他的车位上洗车。老李头的妻子被老李头怂恿，气势汹汹的想去堵宋宫理论，结果他刚走到宋宫面前，还没来得及开口放狠话，宋宫就脸色一变，手捂着胸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品。女士，有话好说，你别靠我太近，我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说了，不能受刺激，你再往前一步，我这要是倒下了，你可就是故意伤害了。女人被吓得脸都白了，连连后退了3米远，然后灰溜溜的跑了。更绝的是，宋宫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块小黑板，就挂在他车位旁边那根承重柱上。黑板上，他每天都会更新普法小知识。他的战斗不知不觉已经从一个车位扩展到了小区的方方面面。有次老李头他们组织的广场舞队，音乐开得比以前更大，彼此泄愤。宋宫二话不说，买了个分贝仪，只要音乐超过国家规定的社区噪音标准，他就立刻录像，然后报警。帽子叔叔来了几次，对老李头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广场舞队被迫把音量调到了催眠级别。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老李头那帮人彻底没辙了。而小区里一些长期受不了老李头他们霸道作风，也开始悄悄地转变了立场。我每天在业主群里看着宋宫化解着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我感觉自己卖掉的根本不是一个车位，而是请来了一位扫荡妖僧的紫微星。在所有软硬兼施、撒泼耍赖的方法都宣告失败后，老李头想把车位买回去。这次他没敢再直接联系我，而是找到了物业王经理来做他的说客。王经理约我在楼下的咖啡馆见面，表情比哭还难看。陆小姐，您就当帮我，救救我吧！再这么闹下去，我们整个物业公司都要被投诉到瘫痪了。我端起咖啡不说话，等着他的下文。那个老李头，他托我来问问你，他愿意出钱把那个车位买回来，价格好商量。他说比您卖给宋宫的价格再加5万，您看。我差点笑出声。加5万？他以为这是菜市场买白菜吗？他以为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就能抹平他对我造成的所有伤害和侮辱吗？我看着王经理，冷冷地反问他。王经理，我记得当初老李头想用市场价7折的价格强买我车位的时候，你好像也在场吧？那个时候你在哪儿？他带人围堵中介，吓走我的客户，毁我名誉的时候，你在哪儿？他们划我的车，往我车位上扔垃圾，物业接到投诉，只会和稀泥的时候，你又在哪儿？我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重锤砸在王经理的脸上，他的嘴巴张了几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现在你来当这个中间人，让我去解决问题。王经理，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我当着他的面拿出了手机，直接给宋工拨了过去。喂，宋工，你好，是我，小陆。哦，是小陆啊，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您，最近在新家住的还习惯吗？那些邻居没有再找您麻烦吧？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挺好，非常好，邻居们现在是越来越懂规矩了，小区环境都感觉好了不少。我这把老骨头好久没这么舒坦了。说真的，我正考虑要不要再买一个车位，给我儿子以后过来用。坐在我对面的王经理脸色更白了。那感情好，我们小区现在可是抢手货了。对了，宋工，跟您说个事儿，我有个朋友是开驾校的，他们最近业务扩展，想在市中心附近租个好位置的车位，专门给那些考不过科2的学员练夜间倒车入库和侧方停车。您那个位置不是绝佳吗？又独立又不碍事，我寻思着问问您有没有兴趣赚点外快，租金肯定好说。我这个朋友当然是现编的，但这个提议却是剧毒的匕首。哦，租给驾校练车，这个可以有啊。学员练车，那肯定是最标准的，一板一眼的，我喜欢，这事靠谱。回头你把他们联系方式推给我，我跟他们聊聊。挂断电话，我看着王经理露出了一个笑容。麻烦你转告老李头，第一，宋工对这个车位很满意，短期内不是长期内都不考虑出售。第二，如果他不想每天晚上听着电子提示音入睡的话，最好安分一点。这才是终极的侮辱，用他最在意的东西给他最沉重的一击。那次咖啡馆的谈话之后，老李头彻底消失了，而小区真的变了。老李头那车也不见了，他在业主群里彻底没了声音，群里开始讨论起真正和生活相关的话题，一切都回归了社区应有的正常和温馨。甚至一些业主开始在群里主动讨论，建议业委会牵头出台更严格更细致的小区停车管理规定，对访客车辆和临时停放做出规范。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偶尔会在小区里碰到宋工，有一次他正给几个年轻的业主讲解如何看懂购房合同里的车位图纸，他讲得极其认真，那几个年轻人也听得聚精会神。他看到我，对我笑了笑。小陆啊，还得谢谢你把这么一个宝地卖给我，让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发挥点余热。应该是我谢谢您，宋工，你让我知道了，有时候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也让我知道了规矩才是我们普通人最硬的后台。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知道这场由一个车位引发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恶人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混乱的秩序得到了重建，而我也终于实现了我最初也是最终的目标——清静。